其实啊，台下的我是非常内敛，甚至挨欺负的。我1年前打车的时候，我坐在副驾驶，我想放平了睡会儿觉。那个司机一直放歌，我说师傅能不能把歌关了？我想睡会儿觉。他看着我原话啊，他说不放歌我也睡觉。我说幽默，幽默，他没接话。我就不想跟他说话了，直到我看到他单手玩手机开车插队，我就想点他一下。我说师傅您真棒，单手玩着手机还能开车插队。这次他说话了，他说这算什么？闭着眼睛也能插。你看我一把就进去了。啊，我说是鬼门关嘛。我说人家要不让你呢，我一把又出来了。我就感觉阎王在底下看见我，下不下来呀？他就引起旁边车的路怒了，旁边车急了，啪给我们别住了，把车窗放下来，指着副驾驶的我说：“你要死啊，小黑狗！”我当时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我说：“哎哎哎哎！”他以为我在模仿他。他以为他说的是你要死啊小黑狗，然后我说喵喵喵喵喵喵。哎呀！他急了，他把车门叭关上，把车啪横前面，下来下来，我整死你，下来！那司机看着我，先生您要下车吗？我说你是裁判呀。我死也不能下车呀！他走到车前面，下来，下来。当时他往过走，我说：“师傅，他过来了。”师傅，他过来了。那司机，我说：“师傅，他过来了，你把他打出去呀！你不打出去呀！”那个司机路怒的就站在车头说：“下来。”啊，他就一直骂我，把我兽性骂出来了。我也不是好欺负的，朋友们，我隔着车玻璃就给他作揖。司机说下来，不下来我砸你车。我说哎，砸！我一看那司机一把就出来了，直接就绕过他走了。当时我说师傅，你真厉害。他说小伙子你也厉害，心理素质为什么这么好啊？加个微信，以后有租车的活记得找我。我说没问题。啊，为什么心理素质好？就是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差生，考试永远 A B C D E F 班，我永远在最差的 F 班考。每次我还特别天真的问同学，我说咱们分班是按姓分的是吗？我同学说 F 什么都别代表，好像别灰心 ，F 的意思就是废物。我说不是，差生也是有优点的，我们心理素质非常好。A 班考试 ，A 班的同学90、95、90、70想不开。我在 F 班20、25、20、25、40，我爸请大家吃肯德基。我跟其他人不一样，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怎么选择情绪。正常人，比如说你们，如果说你们经常会混淆主观意识跟大脑，其实他们俩是分开的。大脑是你的器官，每一次遇到什么事儿都要问你。大脑经常过来就是问正常的人啊，说同事都说你坏话，现在应该是什么情绪？啊，现在应该是悲伤。好，然后他给各个器官开始打电话，就是滴滴滴滴滴，喂，泪腺吗？啊，是泪腺吗？泪腺不在，等一会儿先给其他的打。好好好，滴滴滴滴滴，乳腺，是乳腺吗？啊，是乳腺，现在结节。滴滴滴滴滴，喂，甲状腺，现在肿大。滴滴滴，喂，痔疮，保持原状。滴滴滴滴滴，泪腺在了吗？泪腺在了吗？在了，在了，在了。刚才睡着了，哭吗？哭吗？哭的话，身体就不会难过了。啊，想想啊，
主人哭不哭啊？你说啊，已经长大了，不能哭了。然后所有的情绪开始内化，疯狂的惩罚自己。我跟你们就完全不一样。我的大脑每次都过来问我，主人，所有人都说你是废物，请问现在应该是什么情绪？我说，办事，抬起来，鼓掌，尖叫，托马斯拳拳。南瓜站起来吹唢呐，小北把上衣脱了，唐博也脱。南瓜别脱，南瓜穿好。我的大脑跟我关系特别不好，我从来不问他意见，这也是我从小快乐的原因。我以前也是情绪的奴隶，直到我遇到我的人生导师，他是3年级的刘哥。所有人都说他是傻子，但是在我眼里他是天才。我看着一群同学围着他，啊，就说刘哥，怎么？您是傻子？刘哥当时原封不动说的话是：“知道。”我说有点东西。别人说刘哥你头发好臭啊，刘哥我臭死你。我说有点东西。他根本不在意其他人的意见，所以他特别的开心。有什么问题我都问他，天文、文学、地理、物理、化学解决不了的问题我都问他。有一次我冰棍掉地上了，不知道怎么才能吃。你们一辈子都想不明白冰棍掉地上怎么才能吃，今天演出就来值了。天文、文学、物理、化学、地理，所有人解决不了。当时我看着刘哥，我说刘哥，冰棍掉地上怎么才能吃？刘哥看着我说，你不告诉别人你就能吃。我说有点东西啊。我看了上面沾的沙子，我说这咋吃啊？但是上面有点沙子呀。刘哥看着我说，没事儿兄弟，我帮你。他一把拿过来，缩了，把沙子啐了，你吃吧。我说先生大义，以身入局，胜天半子，但还不如带着沙子呢。你真是傻子呀！我拿下那根冰棍，我说这咋吃啊？这咋吃啊？走到学校门口，高年级看着我，冰棍给我吃。我说给你吃。他刚要伸手拿，我一把就撤回来。我说算了，这个刘哥舔过了，你别吃了。他说哎，你人性还不错啊，以后有人欺负你跟我说。我说哎，只有你。小时候生活条件，尤其是在学校里边，差生面对的更多，所以我们的品质非常坚韧。工作之后，所有那些骂我的话，我真不往心里去。听得懂的我不生气，因为我都听得懂，我练这么多年了。1年级的时候，别人叫我啊臭狗屎，第一次听到我就是啊不要叫我，真的我真是这样啊，虽然有点狗血，不要叫我，真的这样。叫9年，人说哎。臭狗屎！我说爷爷在此。我根本就不在乎，朋友们，听不懂的我更不难过，因为我都听不懂。几年前有一个外国的领导，他看着我说 ：“Billy, I don't know who raised you up。”这句话在脏话里边，英文里边是比脏话还要脏。我不知道什么人给你养大的。这句话我当时没听懂，我以为他跟我开玩笑。他说 I don't know who raised you up。 我看着他，我说 You raise me up。 今年我才懂，这就是唯一一个能伤害我的话，这就是传说之中那种当时没听懂，突然懂了之后我非常痛苦，一直想报仇。啊，老天给我机会，前几个月他要离开北京，请我们这些老员工吃饭，啊，有的人给他送礼物，有的人说明天要开车送他去机场。我说不用你开车了，我认识一个司机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开玩笑的，我没把那根舔过的冰棍给高年级，我也没有把那个路怒的司机推给老领导，因为我就想证明一件事儿，就是差生也是有优点的。谢谢。哎，谢谢大家。
感谢，的确非常有热情啊，真的。去年录完节目之后呢，别人看见我也不管我说什么猴啊什么之类的，他们看见我就会喊一句话，就喊。这些呢是一些比较让我开心的转变，还有一些是让我感觉比较尴尬的。就比如我们这些演员会参加一些平常不会去的活动，类似于像什么扫楼啊之类的这种，他们给我们每一个人配5个保安。我第一次去都懵了，我一到那儿看5个保安就站那儿，我一进去我就说第一句话，我说我错了，我说我到那儿我一进去，我看着那保安大哥，我非常认真，我说啊，保安大哥，你一天挣多少钱呀？他看着我，彪，我说啊，他说保镖。哇，了解。那大哥，请问你这个保安跟保镖有什么区别呢？他说保镖啊是啪，啊，保安是我说好。当时呢，我已经想好了，因为以前我在电视上看过那些什么艺人出来扫楼，所有人都非常疯狂，然后一上来就又抓你又挠你什么之类的，然后保安就拦着，我都想好了，我计划好了，只要一出去。啊，所有的那些脱口秀观众在这个扫楼的时候特别疯狂，保安只要一拦我们的粉丝，我就看着保安，我说别拦我粉丝，别拦我粉丝，别拦我粉丝好吗？你动我粉丝翅膀，我必回你天堂。我都想好了，完了之后粉丝看着我说，哎呀。付航好霸气，啊！第一个热搜，付航霸气互粉，我都已经完全想好了。然后保安呢，因为我一拉他一个踉跄，但是我一把我又拉住保安，我说我不光保护粉丝，我也保护你。第2个热搜，保安保护保镖。哎，我计划的特别好，但是没想到我一出去，所有的那些脱口秀观众就异常冷静。我小鹿门枪，我们几个刚一出去，我还走第一个，我看着那个观众，我说合影嘛，他说不方便。我说那咱们往前走吧。那保安大哥特别专业，他就是这边是空气啊，他拦了2下空气，他这样拦2下空气。我说保安大哥，咱们就是太尴尬了，拦空气。我不让你拦，你就先别拦了。他说行。然后我们就往前走，走到一个拐角，突然蹦出来一个人，然后拿一根香蕉，掰开了，吃。那根香蕉就伸到我嘴边，距离我的嘴只有0.01公分，1/4炷香之后，我将会吃下那根香蕉。当时我面带微笑，我非常开心，我看着我，然后我看着那个保安，我说这拦一下。你拦一下啊！那保安哦，知道了。付航不许吃香蕉啊！我说拦他。所以说我录完节目之后，我的人生真的没有什么改变，但是其他人对我的态度完全就不一样了。我有的朋友，小学同学10几年没见那种，他们一喝酒就给我打电话，啊，就喝多了，喂，付航，让刘德华给我出一个祝福视频。我说我不认识刘德华，他就跟我说，哎，我在酒局上，我那个，哎，帮我圆一下。我说行吧，我说实在行，我行，那我把电话给华哥。然后我说啊，华哥给你电话。然后等了好久，终于等到今天。你好，我係劉德華，对吧？就干这种事儿。还有一些什么亲戚之类的，过节的时候会把孩子推到我面前，就是把一个小男孩就这么高，然后对。学呀！你不是喜欢吗？学呀！那小孩去。拍身。不是，行了，别拍着。你喜不喜欢？你说实话，孩子，你喜不喜欢？我也不知道。
我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。我一想，真的是，其实我们很多人，我其实从小到现在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特别适合什么。小的时候就是什么流行学什么，我是一个数学的纯学渣，就是100以内的加减法我得算2、3分钟，就是空算，但我不是智障啊。那个女孩看出来了。其实呢，我数学这么差，但是那时候特别流行一个叫速算的补课班，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。对对对，在大街上面有发小广告的那种，就是过来就说，哎，家长，你的儿子是速算天才，愿意来上一节体验课吗？我爸说不去。是免费的，那不早说。这带着我就去了。我第一次去上那个速算体验课，我永远忘不了。速算就是老师出一个非常难的题，特别难，几千加几千乘以10几，然后孩子呢不拿纸算，也不拿脑子算，拿手算，然后嘴里还嘟囔着，算起来就是这。真的这样。我当时第一次被我爸带过去，我在门口看，一排小朋友就跟那儿。我一直以为我爸给我报了一个骰子培训班，就是看开你喝，我是以为这样，我都不知道学什么。我爸说学进去学，然后我就学了1节课。老师呢要考验我们的学习成果，就问其他同学，老师跟打了鸡血一样。刘子华，那小孩，3355667加553321乘以15多少？那小孩好。3355114455331145，好，宝贝儿，请坐。富豪，我说到。3355661加77553337乘以15多少？我说好。老师说别让孩子算，再给孩子算死了。所有同学就过来拦我，我说别拦我，不算呢。当时同学走了，老师都走了，我还算呢。我一直算，因为我一直知道，我从小就知道，只要我没给出答案之前，没人能评判我的对错。后面还有一句话，就像我的人生一样。爱死你们了！当时呢，我自己学完了也感觉自己特别厉害。然后我出来，我爸，你知道那时候的家长，他不管你喜不喜欢，他就问你会不会。我爸跟门口抽烟，会了吗？我说这简单呀，我这有手就会这个。我说你摇你也会，这谁都会这。好儿子，回学校试试。我说没问题。到学校，其他同学做数学考试。他们有演算纸嘛？非常认真，就在那儿算。我不用啊。我就这么算。同学看我，老师我害怕。你怕个屁！你怕？你不算。老师从远处就走过来说：“哎，这哪班的？这个是？哎，这是哪班的？哎，孩子，哎，孩子，你干嘛呢？孩子，你不会做，给你奶奶叫下来，你也不会。我说我算呢，我不是召唤呢。
啊，他就把这个事儿就反映给我父母了，我父母就不让我学这个了，我特别开心，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那样，我觉得今天没有作业我就特开心，我觉得人生没有烦恼，就感觉后面都没有烦恼了，但是烦恼永远是一个接一个的。学校里边虽然我没有补课班了，但是古惑仔又开始流行了啊！学校里边出现很多那种黄头发，完了之后抽根烟，就跟那儿那种高年级先学古惑仔，学完了拿我练，拿抽根烟就指我，是不是？哎，黑了吧唧的，过来！我小时候也比较天真，我说来了，我怎么了，哥哥？怎么了，哥哥？每天给我5块钱，要不然扇你大嘴巴。我说，哎呦，真是个噩耗哎。我说你别给我幽默，每天给我5块钱，算算一个月给我多少？我说啊，还得算。他说：“你是 dancer 吗？”我说不是。他说：“你这支舞是献给我的吗？”我说不是，我这支舞是献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，还有包括这些参赛的朋友们，因为我自己内心里真的觉得什么天赋啊，什么魔王大王都是障眼法，我们要做的是打碎这一切。谢谢。什么氛围？这又不是悲剧之王，开心一点。刚才陆姐讲多好啊，对吧？我呢，其实台下呀，节目播出之后，很多人给我发私信，很多人就说：“哎呀，付航，我上大专了，我该怎么办？”我就给大家一个一个回复，我说：“兄弟，你的人生还没开始，你的人生还没开始，你的人生还没开始。”但是见到最有意思的一个，就是前2天收到一条私信，他说：“航哥，怎么去你的大学？”他说：“哎呀，做人类好累呀，永远要分1、2、3本，人还分3、6、9等。做动物就好了，不分阶级，没有烦恼。不是的，动物也有。我看过泰国当地一个新闻，当地的农民训练猴子上树摘椰子，摘完了放进马车里，农民驾马车，猴子扒马车，非常开心，就是，你看。”非常和谐的画面，动物保护组织不乐意了，过去谴责说：“为什么要让动物工作？为什么要让动物工作啊？”啊，农民就道歉啊，农民懵了，猴也懵了，啊，猴就，当然最懵的不是农民，也不是猴，是马车前面的马。马看着记者。农民说：“哎，对不起，不应该让我的动物工作。”马说：“我，你，马。”记者看到了，记者说：“哎呀，马惊了，快射杀他。”马从那天开始就不开心了，他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垃圾猴子连工作都是错的，连他被营救走都是我拉着去的动物园。他跟猪抱怨，跟牛抱怨，他说：“我不想上班，我就想天天过节，没有人不喜欢过节啊。”猪举手，我怕过节。每次都少好多朋友。我要是宠物狗就好了，没有这个问题，他们没有烦恼，宠物狗有烦恼。我小的时候有一只串串，串串就是不是纯种的狗，大家都会觉得它们便宜低端，它跟小区里边那些高级绝育的名犬完全格格不入。那些绝育的名犬见到它都会说：“哎呀，可怜的小串串。”可悲的小串串，你好低级，你好 low 啊，你好便宜。你看，我有主人给我买的美丽的华服，你有什么？我们家狗说，我有生育能力。他已经离开我了，但是我一点都不难过，
因为我知道只要我记得他，他就永远陪在我身边。但是他一辈子都不明白，为什么有的人类第一次看到他就讨厌他，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低级的串串。猴也有烦恼，大家老觉得呀，猴没有烦恼，猴的烦恼没人懂，我懂。只要不工作的猴子都得给人类表演。所有人都有烦恼，所有东西都有阶级，我也有烦恼。你们想得到吗？我的烦恼是，最开始的时候我表白失败带来的容貌焦虑。你们想不到，年轻的时候我是一个清纯内敛的美男子。那个时候特别流行忧郁男孩。对，那时候只要你一忧郁，别人女孩就想拯救你。90后都应该知道，当时我上网搜“忧郁男孩表白攻略”，非常简单。你说你有罪，你知道吗？女方说不知道。你说你偷走了我的心（括号你们俩幸福的在一起）。我说有点东西。我看着我们班女同学，我说你有罪，你知道吗？她看着我说我杀你爹了。你有病啊！你要学忧郁，看看人家台湾偶像剧里《流星花园》里边的花泽类，那才是忧郁美男子。我去看了，台湾偶像剧，花泽类站在天台上看着杉菜说：“喂，不要哭了，想哭时候你就倒立，那你眼泪就不会流下来了。”我懵了，我说太酷了。看到女同学一要哭，我也想说同样的话，一紧张说错了。我说喂，想哭时候你就翻跟斗。所有同学那样你的眼泪就被甩干呐。我只能看中文版，看不了其他的国文，因为泰版翻拍了《流星花园》，也是俊男靓女，非常帅气，我实在看不进去。非常帅气，到天台上，花泽类看着杉菜，喂。講咩食雞？亞龍係來。我實在看不下去。你知道舔狗呢，就是猶豫。我到最後畢業之前還沒有表白，最後鼓足勇氣給他寫了一首情詩。我說，給你寫了一首詩，可以讀給你聽，向你表白嗎？他看着我說，嘿，你別說啊，富航，你還真別說。我說你也喜歡我的文采，他說不是，我的意思是別說。我說真心話大冒險。一轉頭操場就我一人。那時候的男孩都是這樣硬撐。我說，那你不喜歡我哪一點呢？他說我不太喜歡那種黑黑的、長得像猴的男孩。我說謝謝你，祝你幸福。我當時哭了，我突然想起花澤類。一下就立起来了，我就想試試眼淚到底會不會流下來。結果朋友們，眼淚這麼流下來，我跟那兒倒立呢，那女孩又走過來了，說：“呀，又耍猴。”富航，你應該考慮一下，你長大以後靠什麼生存？你學習這麼差，難道你現在長大之後還能靠每天在班裡耍猴一樣逗別人笑生存嗎？可以。當時我以為他在拒絕我，殊不知命運的齒輪已經偷偷開始轉動了。但是我內心還是特別難過，因為我失敗了，我表白失敗了，我就太痛苦了。朋友看我太難過，帶我去玩了一個類似劇本殺的劇本，是角色扮演的，每人一個本，翻過來才知道自己什麼角色。我一翻，舔狗 A。我讀那個劇本，每天給女主角寫情詩。我說，哎呀，我看這個女主角眼淚下來，我說你知道嗎？我是你的舔狗。那女孩看臉自己劇本啊，我的劇本裡根本沒有你。這就是真相，朋友們，我悟了，舔狗永遠讀不了女神的劇本，但是我又觸底反彈了，舔狗的劇本裡，舔狗才是主角。我再也不當舔狗了，以後別人一說，哎，富航，我跟你分手吧，你長得像泥鰍，我就嘿嘿，你殺青了。在我的劇本裡殺青了。
从那天开始，跟异性发微信2分钟不回直接拉黑。我妈找了我3年。我表面装作坚强，我说：“哎呀，爱情嘛，算什么，对不对？”但是我内心里边容貌焦虑还是深深刻在我身上。有一次我在家里太难过了，我哭了。我突然想起他说我黑，我就特别认真，我想看看我妈妈会不会骗我。我说妈，我黑吗？我妈说儿子你一点都不黑，你就是有点暗。我说连您也这么说我。我就去地铁环线来回坐，哭得满脸都是鼻涕眼泪。我去男厕所拿免费的卫生纸，我就跟那过来一个女的清洁工大妈，小伙子你要上吊啊？我说上不上吊另说，你跟我为什么会在这里相遇呢？这不是男厕所吗？男女授受不亲，您这个应该懂吧？他看着我就是老年人标准那套，就是我能当你奶奶？我什么没见过呀？你个小黑鸡崽子！我说你还给我起日本名儿，小黑鸡崽子。真的，当时容貌焦虑又触底反弹了，朋友们。我突然发现，我永远没法改变别人怎么评判我的容貌，啊，我只能自信起来。从那天开始，我接受了，我就长这样，满脸痘坑，大鼻子，一眼大一眼小，但没问题，我就是我。你觉得我长得帅，就是我给你的福利。你觉得我长得丑，就是我给你的惩罚。我就是我。但是我一直不相信会有女孩爱完全的我，直到我遇到了一个女孩。那时候我刚穿上保安制服，我穿上保安制服，所有的同学看我，付航，我就 yes sir， 付航，我 yes sir， 我看着那个女同学，我说 yes sir， 好笑吧？她看着我说，我觉得你穿什么都很帅。哎呀，我说what？不好意思，女人，我可能爱上你了。他一下就笑了，他就嘿，就跟没就笑了。他一笑，我说这女人竟该死的甜美。我说我会娶你的。他看着我，10多年过去了，时光荏苒。上一次我见到他，我还问他，我说你还记得吗？我跟你说这些。他说哎呀，我早就不记得了，别恶心了。但是付航，你要记得早点回家，我在家里等你。在这儿，我想非常认真的跟你说一句话：10多年了，所有人都说我是废物，但是只有你说我是天才。你教会了我人生之中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不管你的出身、学历、家庭背景，只要你敢勇敢的做自己，就总有人会爱你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付航。我不想当猴了，因为到哪儿都管我叫猴。前2天我在一个办事大厅，有一个大哥，他都离得我很远，好多人，他直接就。哈，我也不能不回应他，显得有点装，我就给，结果呢，他说来猴哥合影，咔，照张照片揣兜里，引起旁边老大爷的注意了。你说老大爷看热闹，他们没有任何的边界感，他们就这样，就这么。我也要合影，合张影，咔，照一张揣兜里。你是6小龄童吧？我说我是姆巴佩，小红须。他说嗨，以为你是谁呢？哎，我说大爷，为什么您的嗓子这么棒啊？他说小伙子，因为啊，我有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，老字号护嗓指定行。我植入完了，你可以继续讲段子了。我说好的，大爷。
演出正式开始，朋友们。我不想当猴了，我想走一些高端的人设，我想高端起来，我要改一下我自己的格调，鼓足勇气去吃了一次法餐。我是中午去的，啊，我第一次去，手紧张都哆嗦。有一个服务员过来，大高个儿，西服笔挺啊，特别帅。小伙子，哎，先生，平常有什么爱吃的法式甜点，说一个送您一份。我当时第一个想法就是法式小面包还是盼盼，但是我没说，我说你给我来一个米苏提拉。他说先生，您说的是提拉米苏？我说提拉米苏。我平常在外国待的时间有点长，喜欢用倒装语句。他说那先生，您可以用英文点餐。我说我在日本。他说瓦达西诺瓦里得脚步。我说得脚步。瓦达西诺还是英文点餐吧。他说好的先生，给你菜单。我拿过来，我没有说 Thank you sir， 我说的是 Thank you sir。懂英文的都知道里边的门道有多深。Sir 是美音儿。我说的是 sir 是英音儿，高端。啊，服务员也懂我意思啊，先生，您在英国有朋友？我说对，我家狗是柯基。你点餐吧，别说话了。当时拿过来，我说英文点餐 easy， 只要语法不有大问题错误就可以了。我说哎呦 waiter I want， 主语动词 want 不用加 ed， 因为是一般现在时。当时我说 I want， 服务员，我说 this over， 服务员，这什么过去？我一看吃住他了，我不光想点餐，我还想炫技，给他展示一下我高超的语法。我说：“哎呦 ，waiter， wait， I want more。” I want， 我说富航，人生只有一次，你愿意当一辈子的懦夫，还是一瞬间的英雄？哪怕只有一瞬间，我选择了后者。我要冒一些风险给他展示我华丽的语法。我说：“哎呦 ，waiter，I want not only this。” But also, this, 在，懂英文的都知道里边的门道有多深。在不经意之间展示了我对过去代词似海参一般的理解，他明显没听懂的表情，但是没关系。服务员，我说在的 ，those 就是 so many 在。当时服务员，哎呀，学不过来了，太多代词了，森森。我一看吃住他了，我太帅了。我说伊丽莎白，给我点一根雪茄，啊，不是雪茄。雪茄是什么东西？点一根雪茄。当时服务员说好，他就把酒单收走了。懂法餐的都知道里边的门道有多深。他分餐单跟酒单我不知道，我点的全都是一些我从来没喝过的鸡尾酒，每一杯都上面点着了着火，每一杯都着着火。正常人是拿吸管插到底下喝，我不知道。我一把酒杯抄起来，我看着上面那火焰，我说这个火焰，它有没有可能不烫？啊，别笑我，那个也不烫，没用，就是装饰品。有什么用？哎，你这没用的，假的。当时我就拿着那杯酒，服务员在远处看着我说：“喝呀。”我说：“你们这帮上流人士，平常衣冠楚楚，晚上都来这儿喝火。”大丈夫身居天地之间，岂能郁郁久居人下？出身为寒，不知耻辱，能屈能伸，方为丈夫。你们不怕，我也不怕。当时 my face already totally on fire， 我跟那儿就周呢。旁边那帮上流人士就觥筹交错聊融资 ，A B C D 轮聊着聊着，突然感觉眼角火光四溅。
一转头，小黑人在角落自焚了。富航吞起火球了。那服务员拿起吸管，先生，请用吸管。当时我正跟那儿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？啊！我正干呢，他啪一拍我，回头看见吸管，我说 something wrong。服务员 ，What were you doing before？ 对不对？豆哥里边的门那儿有多深？这大师我对过去跟这次海是一般的理解。服务员，让吸管。当时我知道自己喝错了，但是没关系，朋友们，我能力挽狂澜，为什么？因为吸管的英文单词我背过。啊，我拿起来我说 Thank you for your straw。一吸管英文啊。当时我拿起吸管，我说 This time I will be a little bit gentle， 然后我开始拿吸管吸杯子上面的火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想熄火，我就拿嘴一嘬，我发现用吸管比不用还疼。我跟家正嘬，服务员跟旁边基本都开始哭坟了。他说别喝了，先生别喝了，你没事儿吧？别在这自焚。你没事吧？我说太上老君，三昧真火，烧不死我。我不怕你们这些上流人士给我设计的小陷阱，我不怕。再见。到门口，我虽然在里边非常焦虑，非常的那个骄傲，完了之后给他这种感觉，我什么都不办，但是我出来真的哭了，太丢人了，太丢人！我连法餐都不会吃。我说那我就写一条段子来证明我是人吧，对吧？我没别的可干了，我就开始上网搜怎么区分人跟猴。我想天天给观众讲，网上只有7个字：能正确的使用火。我手机都吓掉了，我手机掉地下，最开始我这么捡，后来我就这么捡，后来我就这么捡，后来我就这么捡。后来我就这么演，懂进化论的都知道刚才这段表演的门道有多深。朋友们，别被洗脑。如果高级动物必须高级，那我宁愿当猴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付航。很多观众都说我是猴，这个其实挺好的，但是现在有点心理不平衡，因为其他的脱口秀演员一提起来都是什么学历高、文本好，观众都说我通人性。平台也玩梗，别人都是什么情感类、搞笑类、颜值类，我是灵长类。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挺酷的。但是有一些真正的困扰，真的让我感觉很不舒服，因为现在传的越来越邪乎，开始传我曾经咬过观众，我这个有点过分了。以前我演出的确有点疯狂，就是演出的时候老动不动我演过敬老院专场。那个时候我说大爷，一看你身体就非常的好，我要热场吗？大爷看着我，啊！我说大爷，我大一点声。这是一个快乐的演出，看完我的演出，把我的快乐带走，好不好？大爷说啊，我走了，给你带走。全场非常凉。演完之后，只有一个大爷支持我。我过去问他，我说大爷，是因为我不好笑吗？大爷说，首先是。其次啊，就是人到了这个岁数，有很多不开心的事儿。我每天看着我每一个子女手里拿着每一份遗嘱在打官司。我说每一份遗嘱，遗嘱不应该只有一份儿？
他说：“小伙子，你不懂，到我这个年纪，谁对我好，我随时给谁立一个。你好好演。”我喜欢你的激情，看你演出比种地都累。你从小就这么有劲儿吗？不是，朋友们，小的时候我其实非常的内敛，非常的害羞。那个时候我英文有点天赋，有一次考了全班第1，所有同学都说我是抄的。我根本不管他们怎么看我，埋头苦学了1个月，考了全校第1，所有人对我的态度都改变了，他们都说我偷卷了，他们说我是二里庄神偷。我更内向了，直到我爸妈给我报了一个非常疯狂的英文培训。当时呢，也是一个老师，当时的主题是 passion， 就是激情。我坐在第1排，像你一样，有点害羞。老师走了，看着我，苹果的英文怎么说？我看着老师，我说 apple。老师看着我 ，Give me some passion。我说 banana。我以为我答错了。老师看着我 ，I say passion。我说大王饶命。老师看着我，老师看着我说：“孩子，看着老师的眼睛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在乎你，也没有人记得你。拿出你的激情，可以改变人生。来，3、2、1，喊！”我看着老师，好的，老师。老师看着我 ，Are you great？ 你棒棒，你棒棒，你棒棒！我看着老师，我说反弹是那个 baby， 棒棒棒！从那天开始，我就再也不害怕说英文了，朋友们。我爸每次带到我看到外国人，我爸就会说：“付航上。” Yes sir。哪儿呢，老外？老外，老外，老外，老外淘汰了。那个时候，有很多那些年轻人，他们英文都非常好，但是你们不敢说。你的英文肯定也很好，但是你不敢说。我懂，因为你们一见到外国人，第一反应就是就这样。What's your name？ 外国人因为你不够自信，故意装听不懂。看你 ，Sorry, cannot understand what I'm talking about, man。经过培训的，就完全不一样。我爸说：“付航上。”我说 ：“Yes sir。”当时我过去看外国人，我说：“刚才问他什么？问名字是吧 ？Easy easy。”我说：“你name is what？ 你 say 不 say？Are you 明白？”再看那外国人。旁边老大爷都疯了，说：“哎呦喂，这小伙子太棒了，给外国人都聊懵了。”宝贝儿，你是非洲的吧？我说我是郊区的，在非洲长大。我说在中国长大，想去非洲。我说差不多可以了。我说你为什么这么怀疑我们这些人呢？他说：“哎呀，上一次问一个也门的，他说他是纯也门。”当时，老大爷说：“孩子，你太棒了，自古本地出少年。”我说：“自古本地还出少女呢。”来，小伙子，替大爷跟他翻译一下，问问他来这儿干什么。我说 Yes sir。我说 You come here。Why？
外国人说 I come here for fun， 我说 fun，Thank you，and you。大爷说你太棒了，太喜欢你了，孩子。再给他翻译一下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我说差不多得了，大爷，你要聊你自己聊。当时我一直非常自信，直到我高考失利。那时候高考一出分，我啪一点254。我跟我爸说：“我说爸，我考254。”我爸说：“太棒了，儿子。其他科多少分？”我说：“这就是总分。”我爸说：“你妈得跟我离婚。”当时我觉得我的人生完了，朋友们。我说：“爸，我的人生结束了吗？”我爸看着我说：“孩子，你才18岁，你的人生还没开始呢。”我眼泪唰就下来了。我说：“那您能给我掏点钱让我重新复读1年吗？”我爸说：“不行，因为爸爸对你的爱结束了。”但是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等你妈跟我离婚了，你可以用这个房子结婚。当时我看着我说：“那您等什么呢？”我的人生完了。我爸说：“我在等你长大，找到一份工作。”我说：“好。”第一份工作，我找的就是一个私人会所的 BA。保安。对，就是保安。当时我就想，我的人生已经浪费了，我高考失利了，我不知道该干什么，我前面所有的人生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，我非常痛苦。我到那儿去面试那个兼职的保安，那个 HR 看着我啊，小伙子挺不错啊，刚考完是吧？考多少分啊？我说254，但我人生刚刚开始。非常好，孩子，你知道当保安最重要的是什么吗？我说什么？他看着我说：“你有激情吗？”当时我眼泪真下来，跟我现在一样。我看着他说：“我说您说那不是激情，您说那是passion。”欢迎业主回家。朋友们，激情改变人生，听懂？掌声！你们送给了我一场完美的演出，希望你们大家开心一点。我感谢你们，拜拜。今天的主题是工作。大家都知道我是毕业于就是 BJ 的 Junior College， 就是北京的大专。对。我呢以前也在一个 Internet share place be responsible for turn on the computer。对，在网吧开机子。我也做过一个世界500强企业的 BA， 就保安。但是今天都不讲这些东西，今天要讲的是我人生印象最深的一份工作，是艺人身份赋能营销师。什么？哎，就是扮演假粉丝接机。有意思了，朋友们。我第一次干这个工作是在我高考失利之后。那个时候我同学介绍，一次100机场集合，普通地铁几块钱随便坐，机场快轨25一趟，我没坐过。我第一次出站一刷卡咣当，扣我25。我说有黑客。人说孩子就是25，我说你也被黑了。后来所有人告诉我就是25，我大脑一片空白，因为我意识到回去还有25。但是大丈夫能屈能伸，虽然我的路费已经达到了50，出门还买了一个肉夹馍，所以说这趟活我只能花了55，只能挣45。但是我想没关系，干。到那之后呢，助理给我们每一个人发物料、发海报，先给你50，找艺人签完字结剩下的50，要求是越疯狂越好。我实在是喊不出来。我看那个艺人一出来，我看着他，我说。我实在喊不出来。我左边有一个大姐，她看到艺人喝了一口水，那个大姐，我说你是多少钱的呀？你这不得500？她说我是真粉丝。我说这个比不了。
我说赶紧要个签名就走吧。到那儿我说，哎，签个名可以吗？当时在机场给我发物料的那个助理，他伸手拦我。我说签个名可以吗？他，哎，我说，哎，无间道，不结尾款。他说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得到签名的。当时我大脑又一片空白，因为如果我拿不到签名，等于我自发来这儿捐了一个肉夹馍。娱乐圈太黑暗了，连假粉丝的钱都骗，我要成真粉丝了。当时知道这事儿之前，我说哎签个名可以吗？非常礼貌。知道这事之后，我看着他，我说我要签名，哥哥。所有人退避三尺。我左边那大姐，你别喊了。我说怎么了？我瞅你像我婆婆。当时我说我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我一定要签名。我说签名，签名，没人拦我了，助理也不拦我了，因为这只要再拦我，我直接就50。啊，一人就给我签，拿过来签字，签完了给我，我拿过来一看，字迹潦草难以辨认，还是要害我。还是要害我，到时候说我自己签的怎么办？当时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我说你，再签一个。艺人懵了，啊，助理也懵了，啊，助理说，你要150，黑吃黑。我说我要155，这边。那艺人说给你签，给你签，你要咬人还是干嘛呢？他签一半，他说，你喜欢我多长时间了？我说差不多得了。50的不含表演，想看完整表演，请开黄金会员。当时我说签名，他给我签，签完了之后给我说你看行吗？我拿过来我给助理，我说你看行吗？助理说行就行。当时呢，我的工作结束了，他旁边有一个真正的粉丝，那个大姐说，哎，打个招呼可以吗？那个艺人连看都没看，他直接就往前走，啊！我以为他会非常生气，但我没想到他说好酷哦。我不行了，我说他连理都不理你，你这样吧，我拿一张海报，我说你别问为什么，直接拿这个海报找助理领50块钱。啊，他说不，我想要这个海报。对我的那时候年少冲击太大了，冲击太大了。有一个跟我一块干的兄弟就劝我说，哎。干嘛这么大冲击呢？你以后干不干？我说以后我真不想干了。他说你别不干，这活多好啊，就站明星旁边，什么都不用干，给点反应，实在不行傻笑就行，还有钱拿。不干白不干，我想天天干。我说呀，有道理啊，大哥，你怎么称呼？他说我叫阎鹤祥。我1年没见着明星了。哦，不是明星。是少主。真的，我发现我的人设做得太低了，跟那些人设高的完全就不占便宜。人设高的，他理都不理你，你站了很多小时，你出去啊，你不理他，完了之后他觉得啊好酷哦。我在剧场外边要碰见我的观众说合张影，我说不方便，我的观众直接会说你装你，你什么东西？哎，也没观众管我要签名。我在上海演出。啊！我上次来上海，一观众说：“哎，签个名。”我说可以。他看着我说：“笔呢？”我说：“我给你找。”我找完给他，他给我签了一个。但是呢，真的做这个行业之后，我才发现人设做的低才好，这是我长大之后的感悟。首先，第一，我的人设没法塌房啊！我怎么塌？我都不是人，我怎么塌？我没得塌，我怎么塌？我学历造假。哎，你说你是新东方老师，你是清华毕业的，你都得拿一个论文，人家觉得啊也就这样吧。我不用啊，我在演出北京，我说 sin30°等于1/2底，大哥牛啊！对学习了啊！我没法塌呀，但是最近网上的确说我要塌了，啊，的确说我要塌了。他们开始传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，他们说付航塌房了，原因是学信网查出付航的学历竟然是本科。
我不想澄清，人都让我澄清，我说不澄清，就这样吧。我也想进步啊。你见过塌房往上塌的吗？那边普通塌房我塌学区房。我呢，发现观众什么都能包容我。我看其他人一说要结婚啊，其他人都说哦不要结婚，不要结婚。其他的观众啊不要结婚，不要结婚。我演出的时候试了一下，我说我可以结婚吗？底下观众说你可以结扎。他禁止野生动物表演。当时我就发现我其实这个人设还挺好的啊，没有什么负担，比较真实。但是我发现也避不开。前2天接了一个活，甲方跟我说要提供安保，我说如果我演完出还得穿制服给你站岗，得加钱。他说不是，是给您提供安保。我说如果你给我提供安保，就会出现全天下之最尴尬的情况之保安保护保安。那保安也太安全了。我就希望这些荒唐的事少一点，不要看这些舞台上边觉得这个人是谁，其实每个人都有真实的一面。非常感谢你们送了给我一场完美的演出，谢谢。我最近一直在拍戏，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，就有很多事儿是我完全之前没想到的。我在北京拍那个电视剧的时候，导演就经常会让我们实拍，就从一个胡同里出来，然后哭，扶着那个电线杆，然后所有的路人就是真的都是真实的，他们就从我面前过。我说就这么拍吗？他说对，就这么拍。我说那就来吧。我从里边出来，完了之后扶着电线杆开始哭，就哭得非常伤心，像那种大哭，就然后鼻涕流3个水晶吊坠，就这样。我这哭呢，完了过来一个大姐看着我，富航。我说拍摄呢，拍摄呢。大姐看着我，拍摄。我说拍摄，拍摄。我后来跟那大姐说，我真的在拍摄，然后那个大姐非常认真的看着我说，房，我特别喜欢看你，因为我只要一看到你，我就特别快乐。但是我上班每天都特别生气，你能告诉我怎么才能不生气吗？我给我讲一些不生气的段子。我今天在这儿讲给您，我答应您了。我之前上班的时候，老板有一个骂我骂到我每天胃疼，就是那种躯体化了。他只要一跟家里边打架，然后他就来这儿骂我，骂其他的员工。我当时说不能因为这个事儿把我自己身体都弄坏了。我开始上网学一个操，叫不生气操。真的有这个操，朋友们，完全没开玩笑的。然后就是双手这样抬起来，大家可以一起做，你知道吧？就看着远方，完了面带微笑，就是不生气，不生气，生起病来没人替，就这么简单。全网教学非常详细，但没有一个人告诉我是生气之前做，还是生气之后做。我当时也年轻，我选择生气当时做。第2天，老板到公司。他每天中午吃完饭一抹嘴就骂我，他就中午吃完饭把盒饭一搁一抹嘴，都是富航啊！我说来吧，老登，开战吧，骂我，凌辱我，鞭挞我的灵魂，来！他说富航态度不积极，我说。朋友们，我真的跟你们说一下啊，第一次的不生气操真的推荐你们去做，因为第一次跟后面的无数次完全不一样。因为第一次，你100%会被自己蠢笑。你想，就是路边过来一个人，走了看着你，废物，完了你看着他，坐一会儿就笑了，就是后面没什么用了，因为只有最开始做的时候有用。然后我就研究了一下，外练筋骨皮真的帮不到我，我必须要内外兼修。我要想从我的内调完了之后跟外一起结合。我想怎么才能内外兼修呢？就比如说是，我开始思考，从小我只要一难过，别人一骂我就难过，难过我就哭，啊一夸我就笑，我的情绪完全掌握在别人手里。我不要，我要反其道而行之。哎，别人骂我，我难过，我就到这儿，嘿嘿。大脑都懵了，大脑
每天我内外兼修，提前1个小时到公司，办公室里没有人。比如这是你的工位吧，然后我就围着那个工位，真的就是每天练。我太难过了，就是不生气，不生气，生起病来没人气，嘿嘿，不生气。同事跟同学一样都不跟我说话了，因为办公室有监控。他们开始传说付航有单枪匹马一个人做法给老板做死。他们说只要做够31天，老板嘎巴死。我说你们想太多了。他们把视频拿出来给老板看，也给我看，的确稍微有点吓人。你就想嘛，明天早上起来这是你的工位，然后你的同事把书包一放，把肩膀一搁，不生气，不生气，生起病来没人替。不生气，不生气，生起病来没人替。老板当时看完那个手机，在办公室头发掉地上捡起来揣兜里，指甲都不敢剪，他怕我给他收走了。给他做死。他从那天开始就跟我稍微有点小小的隔阂了。他决定要裁员，说是2选1啊，因为老员工有感情，我跟一个大哥，我们俩只能留一个人。我们俩从知道这个消息之前是好朋友，知道之后一瞬间变成敌人。然后我们在宣布裁谁之前都没法对话了。啊，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是纯仇人了。然后在宣布之前，我一直翻我跟那个大哥的聊天记录，我翻，我突然发到我刚入职时候那大哥特别帮着我。我当时一想，付航有点难看了。我堂堂7尺男儿，到哪儿能没口饭吃？我啪一拍桌子，我说老板，我主动离职啊！老板说本来也是你，天天就会狗叫，还有你们俩都滚。我说啊，不是说老员工有感情，所以说2选1吗？他跟我说了一句话，我永远忘不了。他看着我说，做生意要什么感情？哇哦！就从那天开始，我去任何一个工作，我都不会投入任何多余的，比如说是同事给我一个眼神，老板说我一句什么，我非常简单，我就是到那儿拿钱我就走，就是拿钱我就走。现在录节目也是，不是？对啊。录节目的时候给你们讲什么段子，如果你们当时没笑，我会非常难过，但是录完就不会了。真的，因为那时候就是 money in my pocket。没有，开玩笑。当时我非常生气，但是我想就这样算了，我就开始收拾我的那些东西。收拾的时候，他还骂我，啊，我那火腾就上来了，我这胳膊腾就抬来了。我说你再骂我一句，他说付航，你还敢做操？我看你再敢做操，我说已经给你做上了，我做死你，我走了也给你带走。那个时候，我每天在那个公司有1个小时的休息时间，我会拿1个小时分成6份，完了之后每一次10分钟去那个楼梯间练脱口秀，我每次练10分钟，我没有影响谁。然后他就跟我说啊，我在那儿坐着呢，我坐着呢。他说付航，我知道你每天练那什么乱七八糟那种秀，我想看看你以后能不能像现在这么猖狂。我真的希望他看一看，我现在是大王。白玉兰的现场要是这样就好了。但是，只要有机会我就去，任何颁奖礼我都去。我从来不怕场子凉，我就怕恐惧。因为不管场子有多凉，我都不难过，因为我的鲜血永远炙热。那个时候我才发现。你真的到这个年龄之后，你就完全不会再担心了。那个时候他经常说，啊，什么骂你是因为你好啊，完了之后每天说你都是为了你以后的发展。其实我到现在这个年纪，我非常认真的跟所有老板说，所有的话都是可以好好说的，别装了，你就是想发泄情绪。然后，包括就是今天这儿设计也非常不合理，我想发泄一下，就是从我这儿开始，这边往后的这边的朋友，还有从这边往后边的朋友，他们看的根本就不是喜剧之王，他们看的是屁股之王。他一晚上都没有看到过别人的正脸，真的，大哥，我再给你演一遍。不生气，不生气，曹哥这，我再给你演一遍，真的，就这。真的，大哥太辛苦了。然后，我就希望就是大家能开心一点，但是今天大家肯定会非常开心，为什么呢？
因为我们都喝上了传说中的统一春福无糖茶了。哎，绿茶鲜爽，焙茶醇厚，一口春福，茶香倍儿足。喝完了之后完全不一样。我当时呢，别人问我，哎，这个统一绿茶，喝没喝过，有什么区别呢？我说当然有区别了，就好像我以前没拍过戏，有很多东西你没有尝试，你完全不知道。我拍戏还有一个故事是，我那个电视剧呢，我一直以为是1、2、3、4、5集就顺着拍，我真的拍完了之后才发现完全不是，根本就不是。他可能第1天拍第10集，然后他第4天拍第1集。我呢之前不知道有接戏的这一个说法，所以说拍戏的时候也出了一些小问题。当时有一场戏，第1天拍第1集是我在监狱里跟管教解释为什么我跟黄毛狱友打架，原台词是黄毛把鞋脱了，脚啪放在这儿，我跟他打起来了。但是你知道我爱即兴，我当时跟狱警说的是，我说您知道吗？黄毛把鞋脱了，脚啪放这儿，塞我嘴里了。导演说过，我说太棒了。过了3天，拍我跟黄毛打架。黄毛到了，把鞋脱了，我准备好了。突然，导演说3、2、1，开始。他刚说开始，突然出现一个小胖子，停。导演，我是场记。付航那天说了，黄毛把脚丫丫塞到他的嘴里了。我当时天都塌了，我天都塌了。我刚拍戏，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难搞，我总不能说导演说现在黄毛人把脚放你嘴里，然后我说我忌口，说什么我最近屁股或者什么之类的，这个完全不行，但是显得太难搞了。我就想到底该怎么办，我好难过。但是我一看导演面露难色，导演特别为难，导演说：“哎呦喂，哎呀，这咋办呀？你说这，哎呀！”当时我心里一下就放平了。然后导演就是非常难过的，他看着黄毛，他说：“你介意吗？”我说：“他的脚丫丫在我的嘴里，你问他介意吗？”我那火腾就上了，我这胳膊他就抬起来了。看，哇！你们越鼓掌，我做的越快。哎，我又坐起来了，我完全坐起来了。啊！导演转头看我一眼，他看着黄毛说：“你赶紧脱鞋吧，付航着急了。”没有结尾，就是希望大家开心一点。谢谢。姐妹们吃点好的，求求了，对不对？来，演出，大家好，圆圆。哎呀，第2年录比赛了，然后能感受到大家确实热情很多，但我自己也有一点小经验，我就发现这种曝光机会确实也还是有风险。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，我去年讲过一篇我妈因为被诈骗成了老赖，开头吐槽了2句娱乐圈老赖之子。讲完之后，节目组问我说：“哎，那你妈欠的钱还完了吗？”我说：“没有啊。”他说：“那你不就是老赖之子吐槽老赖之子啊？”然后节目组就让我在播之前把钱还完。我最后是找朋友借的钱，把我妈欠的钱还了。我说妈，我以后就不是老赖之子了，但你是老赖之母。就是大家录节目都想着多讲、多曝光、多挣钱，我讲这篇稿子血亏，1000多字的稿子欠一屁股债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刷到过那种 report， 于翔宇脱口秀含金量谁懂啊？我懂。哎呀，然后现在真不知道能咋抓机会了。你看今年还都说这个 AI 是风口、时代红利，但你一般也就只能想到用 AI 继续干活。我试了一下用 AI 写段子，我说帮我写一篇脱口秀稿子，模仿于翔宇的风格，要能喜单夺冠。
但因为我段子公开数据量没有那么大，所以他模仿的就不是很像。他给我的表演指导是在舞台上疯狂踱步，声音提高8度。我说：“哎，我是教主。”但是 AI 的东西看多了之后吧，你又会觉得这个世界还挺割裂的，因为你身边朋友一般都是担心因为 AI 失业嘛，但你确实又能看到有人靠 AI 挣钱。我之前看过一个采访，就台下一个观众问一个那种科技大佬说 AI 肯定会造就一批富豪，但也会造成大量失业问题，请问该怎么解决？那个 CEO 说 AI 时代，机遇与挑战并存。我说啊，但它不并存在同一个人身上啊。我们这儿全是挑战，你哐哐机遇。哇，你怎么不直接说你下岗啊？你下岗啊？我上富豪榜啊？就是现在的人说话都不过脑子了嘛。哎，我就不信瓦特改良蒸汽机、淘汰纺织工人的时候会说蒸汽时代，机遇与挑战并存。纺织工人说瓦特的脑子瓦特了，咱们要不干掉他吧，反正进去也是踩缝纫机。我看完那个采访之后，真的就是生气。我就希望 AI 能快点发展，统治人类，那就人人平等了，没有人上人，全都是 AI 的下人。就 AI 战胜人类，马斯克失去的一定比我多，我没有什么好失去的。我说老马最近咋样啊？他说4000亿美金全部清零，你呢？我说我挺好的，我花呗清零了。到时候那个富豪榜上面就80亿人并列首富，按姓氏笔画排序。我于翔宇，力压马化腾、刘强东跟张一鸣。所以我现在就真的很烦这些漂亮话，什么机遇挑战并存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机会，拥抱变化。你看最近几年确实变化很多啊，经常就市场大起大落。每次那种股票基金暴跌的时候，都会有人说：“哎呦，抄底的好机会。”但是我看到我的基金大跌，我只有一个反应，就我现在觉得机会啊，有时候你就是留给本来就有机会的人。你不可能没那个条件就无脑冲吧，就啥也没有，但就像巴菲特一样思考，像谢霆锋一样卖烤肠，像吴彦祖一样教英语。那谢霆锋卖烤肠卖了15个亿，我也去卖烤肠，红利被他抓走了，我被城管抓走了。那你说我要是卖烤肠能卖15个亿，那一听就不合法。那烤肠得多上瘾，那淀粉肠里是淀粉吗？这就是机遇监狱并存。有时候我自己感觉有些事儿努力也有点徒劳。我去年搬来上海，我那个房子是大房东直租，我当时问他，我说你这个房子不会突然卖吧？他说你放心，我不卖的，我这套是专门用来出租的，我有10几套呢。你不信我给你看。他手机上有个 Excel， 我看着那个 Excel 是真的说不出 Word。我当时都不想要他的房子了，我就想加入他的家庭。我想问那个大房东，我能不能做你的2房？我拥抱变化，你拥抱我。然后其实现在大家都能感觉到嘛，现在就是机会没那么多了嘛，对吧？以前可能是这个风浪越大鱼越贵，嘛，现在就是风浪越大风浪越大。我感觉我就不是那种所谓能吃到红利的那种时代弄潮儿，我顶多就是个时代赶海儿，就这个浪潮退去，我才会出来。这能不能捡点啥呢？哎，这是个海螺。哎，听，是我哭的声音。一抬头，弄潮在那开香槟庆祝呢。我说，哎，那
瓶子喝完还要吗？这里面吴佳云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山东临沂沂蒙山的房主任。问一下大家啊，大家都有工作吗？有。我也有。适合大妈的工作只有2个啊，脱口秀演员和环卫工人。环卫工那个工作我没保住。你们再不笑，脱口秀演员也要下岗了。当脱口秀俱乐部老板邀请我来讲脱口秀，好可爱啊！说实话，很纠结。当时我们村信息中心要选我当下一届的村长的，这个世界谁懂啊？我在50岁面对的人生选择竟然是从政还是从艺。我可是个山东人。我说我们村长每个月工资2600，俱乐部老板说我每个月给你3000。我说其实吧，他钱不钱的无所谓，我就是热爱舞台。我问老板什么是脱口秀，老板说就是站到台上讲讲别人的坏话。我说这不碰到我强项了吗？我有着30年专业造谣和传谣的经验。全国说脱口秀的，谁能说得过我呀？我的第1场演出就演凉了，把我在村里积攒了50年的自信和骄傲击得粉碎。幸亏离家远呀，村里人不知道啊。村里的八卦都是我传的，我不说，没人知道。老板照顾我，就让我在俱乐部兼职做客服。他还很贴心地问我，说你敢跟别人说话吗？我说你应该问他敢跟我说话吗？他让我拿个手机在评论在网上卖票和回复评论区消息。有一天在评论区遇到了一个黑粉的网络喷子，就一下子激起了我的斗志。我说我好久没站在村口跟人对骂了呀。但我忽略了一点就现在的小年轻打字速度太快了。家人们呢？我1分钟才打8个字，我1条骂人的信息没打完，未读信息已经99加了。别说回了，我看我都看不过来，我气得那个直哆嗦，一哆嗦1分钟打3个字。我就好想跟他们来一场线下面对面的实战哪怕他们来的人再多，我骂不过，我还能往地上一躺。我就问他服不服。我一连回怼了好几天，第1天50人，第2天100，第3天200，是我的血压。我感觉我一个人在对战整个互联网，这互联网环境它也太差了。还有我们村头好。我问老板还有别的岗位吗？老板说接电话。我说这不又回到我强项了吗？上岗的第1天就被投诉了，说我态度不好。我说我哪态度不好了？我长这么大一直都是这么接电话的呀。喂，谁啊？老板说大姐呀，你要用夹子音，你要说喂，你好啊。对方打过电话来说这里是脱口秀剧场吗？
我说喂，你好。对方说我要买票，我说喂，你好。又把我投诉了，说我恶心。老板说大姐呀，你继续说下一句呀。我说老板，下一句我夹不住了呀。大城市太难混了。都说当代年轻人吃不了苦，那当代老年人他也吃不了呀。我还是干脆回村算了，回到村里种地吧，老年。直到有一天啊，我信息中心的朋友给我打电话，我拿起手机来就说：“喂，你好。”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乡音，说：“哎，这是方主任电话吗？”我说：“啊，是我。”我朋友说：“哎娘嘞，这城里人他就是不一样了哈。”我说：“你不懂，在大城市工作说话他就这样。”我朋友说：“你在城里天天干啥呢？”我说：“我就是接电话，回消息。”我朋友说：“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呀？”我当时脑子里的第一个想法是啊，原来问一个在城里打工的人一个月挣多少钱这么招人烦。我一想到啊要被村里那些7大外甥8大侄女的嘀咕，我那股好强劲就上来了。我说啊，不少挣，一个月2、3万，你来不？我给你介绍介绍。那一刻啊，我感觉是现在的我在劝过去的那个我走出来。第2天我就接到我女儿电话了，我女儿说：“妈，你到底在哪呢？全村的人都在传，你进了诈骗组织了，你快回来吧。”我说：“闺女啊，现在吧，妈妈走的有点远，已经走到比赛的第3轮了。”之前吧，还拿到了1块复活的金牌，就是有点挺不住了。但每一个来大城市打拼的人，在他挺不住的时候，都会想再拼一把，来都来了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房主任。